上大学之前，一直都是处于懵懂的状态，什么是武术也不知道，然后只是教练让你做什么你就练什么，也没有那么多想法。直到踏入大学的时候，就把我习武的这个大门一下就打开了。36枪是常式武器中主要的兵器之一，常乃州创此枪法绘有图谱，注解详细。其枪法冻结图像前18式为《三国志》中赵云之现象，后18式为张飞图像，每式著有全诀一首，阐述细微，图文并茂，并有枪法专篇论述，编著了《枪法总论》、4大纲领、8大条目、12通面等等。36枪招法神奇，常世称之为神枪，其运势柔劲刚发，神形兼备，发力勇猛，身手妙绝。那么大学我们除了在练武术之外，还有很多文化课，有这个中国武术史、武术概论、运动解剖学、运动生理学，还有中医技术理论、传统文化概论，这些很多文化课让我了解到了我所练的是什么。然后这是文化层面的，技术层面呢，就是因为我本身在武校就有一定的基本功，那么到大学就有缘分，有一天我看到了和我练的不一样的拳种，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拳，然后就过去跟老师打招呼，老师问你是不是练过啊？我说是啊，那让我展示一点，我就练一段。我都看老师教的那帮学生练的和我练的不一样，就来了兴趣。那老师就说你没事跟着我练吧。我其实大一选的不是长家拳的课，是我们的有一个竞技武术我继续在练，因为对当时长家拳还不了解，但业余时间就开始，刘老师就开始慢慢的去引导我了。当时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转型，因为和我之前练的武术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非常别扭，但是又感觉很有意思。他就扎这个丁八步来说，我以前练的武术它可能都是4平8稳的，马步呀、弓步呀都比较正，但是长家拳的一个丁八步，基本步伐一扎，它重心都不一样，这可给我难着了。看着这个步伐比较简单，但实际上一练，就是我有几年的武术功底，我就受不了，腿就开始抖。这个功法丁八步，后来一了解才知道，原来这是长家拳最基础的步伐。师傅说他练了20年，这个功夫，这个丁八步才能稳如磐石。你不管怎么动，它还是这个步伐非常稳才行。所以刚练这个步伐就让我给难着了，但是我又有信心，因为这个拳特别有意思，它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了。然后我这一练，兴趣来，给我最大的一个兴趣还是参加了一次比赛。刚练长家拳3个月吧，就黄科大就开始组队参加全国传统武术比赛。那时候我有功底，学了一套长家拳的大罗汉拳，还有一套猿猴棒法，出去参加全国传统武术比赛，然后就拿了双金。大罗汉拳共18式，其动态似奔非奔，起纵跳跃柔而轻灵，落地阵脚如泰山压顶，声如沉铁，气势宏大，是一路新奇怪异的短小套路。猿猴36棒，也称白猿棍。此路棍法是在四川粮道所传的24棍的基础上而创编的。其棍法特点在运动中突出显示猿猴之形态，一式一招，以内打外，运气发力于棍中，即可贴身近战，又可大开大合，棍扫一片。柔实如猿猴之轻灵，刚劲发力时，则形若雷电一击，棍中生风，气势逼人，形神俱佳，身棍合一，
是迄今较为稀少的内家棍法。长家拳还有更高层次的套路，更高层次的这种功法，所以就下定决心要一直把它练下去。那么就利用业余时间，后来大二的时候，也就直接去选了刘老师的课。我师傅是从民间聘请的武术系特聘教授，所以是教的武术专业队的学生。那我只要其他的课程没有课的时候，我就会过来蹭师傅的课。他只要有课，我就会在操场上。在大学保持了4年，基本上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我，只要在操场练功场就能找到我。每天早晨都起来坚持晨练，然后很多学校的老师也好，包括甚至打扫卫生的，都说我们这一帮人就是操场上一道风景线。一到刮风下雨的时候，可能很多其他的课程的老师都不练了，这就天气原因。但我们越下雨越 happy， 越下雨越开心。我们在雨里面练功，就这样比较痴迷。然后还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，就是和我的师弟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天山论剑活动，就是天山武林大会。这个当时这个各个记者报道还是比较火的。这是在参加活动之前，师傅把我和我师弟就我们2个人一起集训了半个月。那是在夏天，学校都已经放假了，但是师傅在学校给他分的有一间房子，给我们做饭吃，然后上午下午都练，一天练8个小时，一口气上午练4个小时就不停歇。那练完之后，本来夏天天就热，这我们穿的衣服练完之后都躺到地上了。躺到地上，你起来之后，地上立马有一个人印儿，都是汗水浸透的。那个衣服当时一拧，哇，那水都往下淌。这就是长家拳特别讲究真功实练，就功夫你就来不得半点虚假。谁练功夫你舍得花时间了，那么他就能练到你身上。对，然后在这期间呢，我还参加了很多比赛，还有一个比赛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，就是参加我们的大学生运动会，就是应该是第8届吧，叫华光杯。华光杯这些都是武术专业队的，它分甲组、乙组还有丙组。甲组就是武术专业队，武术专业队就河南省的所有的高校专业队的学生在一块比。那一组就是60多个人，那不光长家拳了，有太极、少林的、八卦的、八极的，包括所有的拳种。我在那一组是其他拳术类。所有的拳都融入到一起了，那个竞争是比较激烈的。当时我已经练了长家拳的黑虎拳，知道这个拳特别难，已经练了有2、3年了。就这一个头一个起势，这师傅就让我练了半年，其他的动作没有教，因为他说这个起势你只要把它练好，其他的就很容易。起势是最难的，但是就是耐着性子，一直把这个拳练得很深很深。那结果我去参加这个大运会，它是锦标赛。锦标赛都是国家最正规的，也是最高，那是河南省的。这一下我是拿了最高分第1名，这一下让我看到了长家拳确实有这个实力。从此以后，杨俊伟坚信长家拳就是自己的武术梦想，并且下定决心把长家拳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发展。随着杨俊伟接触到更多长家拳的高级武学之后，更加明白了如大海般深邃的长家拳就是自己毕生武术的追求。大4的时候，受这个荥阳教体局局长的邀请，就来到了长家拳的发源地，就开始在发源地去传承教授长家拳了。然后组织学校的学生去参加香港国际武术节的比赛。当时我们就在荥阳的体育场去集训。然后轮到我毕业之后，我来到荥阳之后，我也有一次组织带队了，带队也是去参加香港的比赛。这个时候是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场景，我就立马感觉，这个场景似曾相识，就好像穿越了一样。我想可能这就是传承吧。